名学生。女嘉宾小陈，23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健身教练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主持人你好。一个河北，一个黑龙江啊，你们的生活是在哪儿交集起来的？其实我俩的就是认识挺缘分的。哦，缘分啊。就是年轻人现在不都爱玩微博吗？有一个特别搞笑的视频啊，别人都觉得不搞笑，觉得啊好冷啊，然后我觉得特别搞笑，我评论了个哈哈哈哈哈，然后他回复我了，他说我也觉得特别搞笑。然后后来就是互相聊着聊挺好的，加了个微信。哦，你们俩是因为看了一条视频，哈哈哈哈在一起的哈。后来呢？聊着聊着发现就是挺对口的，然后就在一起了。挺对口，就是挺合适的。合适啊，在一个城市吗？当时？不在，我在哈尔滨。那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唐山。那你们俩那么远，咋在一起的呢？一开始是3个月的网恋，然后后来之后感觉挺好的，然后在圣诞节的时候，然后见了一次。在哪儿见的？在哈尔滨。他过来找我。你去了哈尔滨？对。感觉挺好的，然后后来我就飞过来找他，来这边发展了。你就到唐山了？等于为了一份爱情，奔走到了唐山是吧？怎么样啊？一开始就是特别好，他给我造梦，他就是跟我说啊，咱俩以后在一起我会怎么样，就是我虽然现在上学呢，我给不了你什么，但是以后肯定会，咱俩会很好的。我当时女生其实都特别单纯，被骗了。来了之后我发现他就是特别爱玩游戏，然后天天除了玩游戏吃喝玩乐，感觉就是看不到未来。就是每个女生都想找一个像父亲一样照顾自己的一个人，而现在我跟他在一起，有一种他是我儿子的感觉，我天天都得照顾他。别把自己说老了还很年轻啊！这23岁嘛，别当妈太着急了。觉得心特别累真这么小啊？也是由于在喜欢的人面前才会小性子一点嘛，因为我都是显得幼稚一点，跟他都总想被照顾那种感觉。其实你没有那么幼稚，是吧？对。他都做了哪些事儿让你觉得幼稚啊？他平时就是玩游戏，其实我也不说他什么，因为他现在上学，我并没有指望他挣多少钱或者怎么样。然后后来不知道最近抽哪门子风看直播。看直播我也觉得没什么，你说现在年轻人看直播不很正常吗？对。然后有一天我回家之后，我发现就是那个屏幕人说啊，谢谢谁谁谁给我送的礼物。我听，这不他名吗？然后我就过去一看，他给主播刷礼物呢。刷了哈。对，刷了。这个事儿都是可以解释一下，就是说他平时上班都是特别忙，忙完了也没时间理我那我平时问他吃饭，或者说我去给他送饭啥的他都特别不耐烦然后我感觉自己特别空，没有安全感。正在玩平台呢，然后正好看着一个女主播，我说什么她都会替我解答，就属于那种缓解压力了。哎呦，你都说了些什么呀？他给你缓解的什么呀？我听听。因为我就是说，我和我对象就是他在健身房上班，我都不明白他为啥都总不耐烦。我说媳妇儿，我给你送个饭吧他说不用了，你别烦了行不行？网上那个女主播她的解答是什么呀？就说这个咱们双方都可以体谅，因为你女朋友也不容易，在健身房上班，她肯定是有受委屈的时候但是因为我都是单方面的，我这不小孩心性嘛都是跟她在一块显幼稚，我都不想那么多。我刷礼物。对，没有报答她的方法呀，我只能说她一个干主播的，我只能给她刷点礼物这个钱是谁的钱？钱是父母给的。你刷的很多吗？不多，断断续续的1万多点对，1万多点1万多点是吧？不多哈。多久啊？差不多一个多月吧。1个多月，哎呀！你说他有这么多钱，他给我刷了，我俩会有这么多矛盾吗？平时给我买个什么都心疼。那个女主播长得还没我好看呢，干嘛看别的女的不看我呀？因为就是平时我这个人都是说特别没有安全感，跟他在一起我总想就是说被他照顾，但是说他总凶我烦我的样子女主播不凶你对吧？对，你乐的，哎呀，听见没有？以后别凶人家了什么事都得我看着他管着他。行，这个前一阵儿这不是没管住吗？自己弄个按摩椅回来。不是。然后我今天下班特别累，我本来就是早上10点上班，然后晚上10点下班。肯定他给你买的让你按摩呗。不是这么回事呢，我感觉。别人都是男朋友接送，我晚上自己打车，其实也挺害怕的。然后我拎着他爱吃的东西进门了，没给我开门，躺着按摩椅上四仰八叉的玩游戏呢。不是这个。哎呀，你挺会享受
当时因为路过一家那个按摩店，他那块儿就是说正在打折，我现在也不贵，正好打折呢，我给他买一个。多少钱？7000多点。7000多点。然后我现在晚上给他了个惊喜啊，然后他没回来的时候，我这不现在你先来一下，对，冷着也冷着，我裸的先躺了一下。你看人家也不是给你买的，他就是找借口，他平时借口特别多啊。你说我什么时候用过这玩意儿？10次有9次都是他用。不，你现在用上了吗？用了1次，让我试一把，哄我让我用了1把。我感觉根本就用不着，都是老年人用的东西，他才多大呀，就享受老年人的生活。但是我这出发点是好，我真是说想买回来让他享受一下啊。舒服吗？舒服。天天躺呢，就现在就是没上班，然后也不上学，天天在家享受这个少爷的生活啊。这钱反正不是你的。不是我的，但是他一部分支出都是他父母给他，然后有的时候不够了，我再给他添一点儿。行吧。我大老远从哈尔滨飞过来，我也刚毕业没多久，我想让生活变得更好。健身教练我之前也不是学这行专业的，我也是就是为了想让生活更好，然后我就想找一份工作。他倒好，在家享受上了。那他在家做事儿吗？照顾你吗？能把他自己照顾好都不错了，天天就是像一个没长大的儿童啊。早起来是我得把饭给他做好，上班之前把饭做好。你做饭啊，做好了放在那儿，愿意吃的吃2口，不愿意吃的去外边吃。然后早上牙刷牙膏给他挤，我感觉这个是我惯的，就是挤好牙膏放在上面。洗澡的时候我说那个你洗个澡吧，就求着他啊，那我今天刷牙了，你亲我一口啊，再不就那个我今天洗澡了，今天我少刷个碗，跟我讲要求。真的？真的。然后下雨打雷的时候啊，特别害怕，哎呀我怕钻怀里。这个也是可以解释的，是，因为这个，不然那个平时害怕，我觉得没什么。您刷牙也要奖励哈，因为平时不刷牙，不是，因为他跟别的女生不一样，别的女生她会撒娇啥的啊，他不会，所以你得向别的女生那方向走，是吧？不是啊，不是因为啥呀？我想也体会一把，就是说让他当一个会撒娇的女朋友。不，你是在体验撒娇啊，你没体验让他撒娇啊。哎，反正也是关于我想得到一些那种关怀吧，因为他总是那种凶我烦我的感觉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啊。喜欢他撒娇吗？简直受不了啊！那你就跟他撒娇呗。这是从小到大性格其实就是这样，就跟个男生一样，其实就是。那就没办法了，你就让人把自己当女生呗。反正挺难做的，挺难做哈。当然平时我做的也很多，只不过是啥呀？我做的事儿在他眼里都微不足道的。哦，你为他做过什么呀？接他上下班，或者说我上去给他送个饭啥的。但是他在那里他都特别感觉我特别小孩，我都多大人了，我用你送饭？哦。我真的是不希望再去我单位了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天我本来是健身房，我们前面有广播喊哪个教练，然后可以去前台。有一天就喊，哎，谁到前台一趟，哎，我还纳闷谁找我呀？我到前台一看，他穿一个那个大的那个裤衩子，光着上身，穿个大拖鞋来找我，冲着我傻乐。光着上身啊，就是那个，因为他那个就是下楼取快递，把门就是给关上了，没有钥匙，完出租车打车来找我要钥匙来了。然后我跟他回家一看，然后那个门口围的都是人，我还纳闷呢，我家间咋的，怎么都是人啊？然后后来才知道把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泡了，墙壁泡了。你说这是大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？干嘛了？水龙头没关还是漏水啊？他跟我说在家洗澡想泡个澡，然后水忘关了。你说正常一个成年人能干出这事儿来吗？当时是我正在洗澡，他溜快递，他溜的是我的电话。当时我也没多想，我直接穿上个大裤衩，穿个拖鞋，我要下去取去了，顺便把这门都带上了。哦。然后后来他到家门口一看呢，我没钥匙了，锁这儿了，我就去找他，我感觉没有啥，他都感觉着我特别给他丢人。大几啊？现在大二了。大二了啊，还有2年就毕业了是吧？还有1年，大3。啊，你们大专是吗？对。哦，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呀？就是当时是想创业着。让他得了吧，成天就想辍学，不想上学，找借口，说要跟朋友出去创业，想干点小买卖。哦，他现在是不想上了是吧？不想上，一点也不想上。哦。然后那天就人家实行了，自己偷摸的实行了，然后给我发了个微信，你不是总看不起我吗？你等我创出一番事业来，我回来我好让你看看。啊。人消失了，
我当时就觉得这人咋没了？是不是让人拐了？本来就智商低，是不是让人拐卖了？我特别着急，然后给他朋友打电话，我说那个这人呢，就是挨个找，特别着急当时。然后他朋友说跟我在一起，我当时就放心了。后来我就特别生气，就他本来就神志不清，就脑子就不好使。你不能那么说他啊！还跟人创业去了，你说他本来就没受过苦，你受过苦吗？你能干嘛呀？那当时他是一个劲儿说我，说你天天找父母要钱，要不然没事了你还花我点儿，他就感觉特别不满意。我朋友说那个要出去创个业啥的，有一个已经干了2年了，完了开了个汽修小店儿。然后我现在他找我，也要换个轮胎啥的，找我一起去跟他合作一个，再开一个。然后我都去了，他总看不起我，现在给他个惊喜，以后说肯定是也是说。你现在会换轮胎了吗？啊？你会换轮胎了吗？会了，学了3天，会点了。换轮胎这点破事儿，你学了3天呀？会点了。对。能卸下来了吗 ？No。能装上去吗 ？No。然后给我气了。什么也没跟我说，我觉得这根本就没把我放在心里。然后我就回老家了，回哈尔滨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回来，我看他没在家，我都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，咋打也不接。然后后来也是，她有个闺蜜，然后我问她，我说你知道那个她去哪儿了吗？她说她回哈尔滨了。然后我就去哈尔滨找她了，说我还等了1天，然后她才出来的。然后我就说我这事儿，我说我想让咱俩以后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我感觉这事儿我没做错。你赔了多少钱？他都生气啊。怎么赔钱了呢？因为干了几天都忒累的，后来又回来了。你干不了那活儿是吧？对。少爷嘛，赔了多少钱啊？赔了15万。因为当时开了一点房租，再加上雇人，再加上，然后完了我都不去了嘛。然后他都说。那这钱是谁的呢？这钱父母的。你现在是在哈尔滨啊，还是在唐山？你咋又回去了呢？还是挺喜欢的，还是觉得他能改变。他老说他能成长，我就总相信他，然后相信他并没有做到。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非常纠结。因为啥？我也想要一种安全感。因为啥呀？我从小都是说家里都以为给我点钱，让我去寻找快乐但是他并不知道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就跟他在一起，就家里给钱给错了哈。反正也是有，因为我宁愿他们陪在我身边我不要这个钱。就爸妈陪伴你陪伴的很少，对，特别少。然后他们总以为那钱能让我感到快乐。这钱能让你感到快乐吗？感觉不到，都感觉到特别失望。他说打雷要抱抱啥的，我并不是害怕打雷，我只是说想要一个温暖。女生有句话印象特别深刻，我还是个孩子，我怎么就带了个孩子？我一开始觉得是一个夸张啊，没想到你还真是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孩当初你跟她网上认识之后，用了多久的时间从哈尔滨来到了唐山？大概半年左右的时候，一直在网上聊天。对。你觉得了解她了吗？当时天天还有视频，然后总语音电话。当时他特别粘人，一天24小时语音，挂着那个语音。当时觉得其实挺了解，就感觉是个特别单纯的孩子。但是了解之后，发现他还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一个孩子，就是个孩子。那你这话多矛盾啊！你们2个都存在的问题是认知的问题。你在认知上的问题是你的认知特别不统一。你明明知道聊了半年他都是一个孩子，他能24小时的黏着你，那说明他就是没有更多的上进心去做别的事儿。你很知道，但你还依然为了这样一个单纯的孩子来到了唐山。如果你要认知统一的话，我知道我已经做好准备，我来到了唐山，就要面对这样一个单纯的孩子，我要给他成长的空间。而你所做的事情是，我知道他不是，我来了，我又讨厌他不是。你的这种矛盾导致你今天很痛苦。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调整你的认知不统一的问题。你要么调整成，我要的男人就不是这种孩子气的人，你就不要选他。或者你说我就喜欢一个男孩子是单纯的，我愿意承担更多外面的风雨。你考虑清楚你要什么，你的知行统一了，其实你就不会那么痛苦。而男孩，我觉得你也是认知的问题，你的认知太统一了，你就是个孩子，你既承认自己
语言、行动能力上是个孩子，又特别接受自己是个孩子。你明明就应该不是一个孩子啊！一个女孩子当初因为这段爱情来到了你身边，你就要对这段爱情、对她、对你、对未来负责任。你即便现在表现出来的你的能力是个孩子，你也要告诉自己，我要长大。给你们的意见就是这些，供你们参考，谢谢。我问你，女孩，分得了吗？明明已经回到了哈尔滨，对吧？为什么还要回来？还是喜欢。喜欢他什么？就是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了，舍不得。有多长啊？你们在一起几年？1年多。啊，其实不长。等你再经过几年的风雨之后，你再回想这1年的时间，不长。到底是什么让你不舍得？为什么眼睛湿润了？你能离开又再次回来，这就是你一份真情的流露。其实有一种对他的不舍，这种不舍其实难道在日常当中你帮他去挤牙膏啊，督促他洗澡啊，照顾他，你不快乐吗？其实你也从付出当中感受到了快乐。我觉得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。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说，他为什么不能迅速的长大？他其实自己也蛮努力的，他背着你出去创业，虽然是赔了，但是他想迅速的长大，但他会摔跟头，因为走还没走稳呢。他为什么走不稳呢？是因为有你老在边上在扶着他。他为什么是一个孩子？因为这个孩子知道他有一个妈呀。所以你如果说接下来你要迅速的成长的话，你就先把你的妈这个角色给淡化去掉，让他知道自己必须是努力的。否则你一会儿是妈，一会儿又不满，他可能会做出很多的错事。所以调整一下自己心态。你呢，快长大，想长大是好的，但是不能盲目的冲动，多听听他的意见，把你的步伐加快，把你的焦急的督促呢放慢一点，也许会好。就这样。饲养宠物的人最大的快乐，不是来源于宠物的可爱，也不是宠物的成长，而是在于宠物离不开自己。你就很享受。你不管是说它单纯也好，说它不懂事儿也罢，你所有在责怪它的时候，说它智商不高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语言当中都是有宠爱的。我问你，如果这个男生真的成长起来了，独立起来了，不那么依赖你的时候，你快乐吗？你就愿意养着他，所以你的观念是错误的。小孩的单纯来源于他不懂成人的事儿，成人的单纯来源于他不做坏人的事儿，而不在于成人不做成人的事儿。表面上看上去这男生很可爱，每次在生活当中说，哎呀下雨了打雷了，我钻你怀里边躲一躲，没事儿我在家打打游戏，买个按摩椅，向家里要点钱，好像这些画面并没有违和感。但是你想想另外一幅画面，就是那些啃老的，天天向家里要钱，甚至父母不给就打父母的那些人，两种行为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如果你这么一想，你就会觉得这种卖萌是很可耻的。难道他真正不懂得一个人成人之后该干什么事儿吗？他是懂的，但他为什么不去做？除了父母和你的宠爱之外，他是有他自己的小心思的。其实在你们的关系当中，不是他离不开你，是你离不开他。所以在最开始我问，如果他真的成长了，可以独当一面了，你快乐吗？你说我不快乐。所以主要原因是在你这里。我还是更多的劝你，为了这个男人的成长，为了你自己，你今天都应该离开。没有谁是离不开谁。如果他哪天要是成长了，真的有一个女生出现了在他的生命里，向他招手，你多尴尬呀！当然了，如果你心里愿意爱，也是你自己的选择，这是我的意见啊，就这样。特别简单，你们愿意在一起，从我的角度，我觉得你们好好相处，别再闹了。你们不愿意在一起，和平分手，当成一段美好的回忆。
所以没什么，不哭了啊。你赶紧长大啊！来，我们在一块儿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当时从哈尔滨飞过来找我的时候，特别感动。虽然我知道都是说平时特别小孩儿，但是说我也是这样长大，想跟你走到最后。你相信我一次，我会成长起来给你看，以后一直走下去。我再想想吧。没话是吧？请亮灯吧。唯有泪千行啊！来，请回吧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来，请关门。接下来就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。来，请开门。说爱我，在我的耳边对我说，我已经真的太久忘了这种心动，爱太难了解了，我们还看不懂那一些辛酸快乐，有多少还很真呢？说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请嫁给我，老婆。在爱里等着你，被你疼惜有种暖意，在梦里全是你，不要再迟疑。来，拿着吧。谢谢评委老师给的意见。想确定日期，要将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。